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我们今天邀请到大叔中文的大恩人，大恩人，哎呀，对我们大叔中文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生哦。对，这个学生不晓得在我们大叔中文哪一集的时候，突然，是你们哪一位大叔收到了他的笨书啊，笨书吧，变书？对对对，变书你先就是突然你先聊一下突然提议说我给你们加一段音乐吧，然后我说好啊好啊，然后发过来之后就发现真的效果很不错，突然就感觉画龙点睛一笔，那个对，不然的话我们说这个大叔中文很尴尬出来了，的，特别干，对对。自从奕晨给我们那个开场音乐之后，我回去看前几集我都看不下去，太干太无聊了。然后加上了这个开头音乐之后啊，我觉得哇，真的感觉很专业哦，所以这个我们要感谢，也要访问。今天我们就邀请了这位同学来哦，好，他的名字叫齐奕晨哦，欢迎奕晨，英文名字叫 Teddy 啊，奕晨，那就先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好啊，大家好，我是齐奕晨，英文名字叫 Teddy，然后我大概3年前就开始学汉语，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学，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然后我就开始做一些研究嘛，就是关于这个语言学习方法，或者是第二语言习的方法，就特别迷了。所以你学的第二外语，第一个二外就是这个中文吗？高中的时候我学的是西班牙语，但是基本上什么都没学会，因为我只是上课而已。我那个时候不了解语言是怎么学的，对吧？所以我是在上大学之后才开始做类似的研究，就是关于语言学习。那你为什么就准备开始学习中文呢？是什么一个契机让你想要学习中文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家里有中国人，所以我的那个继母她是从东北来的。东北来，东北先去，从变书那儿来的。东北哪嘎的呢？东北哪嘎的啦？哪嘎的？那是哪个城市的意思吗？还是什么？就是东北土话，就是哪里人，东北哪里来？他是吉林人，吉林。那东北口音还算就夹在黑龙江和辽宁中间，就不是很重，应该也是比较重，对吧？我感觉他讲就是普通话嘛，标准的，对，标准的普通话，很好，没什么很重的口音，对。所以奕晨，你是因为你继母的关系才开始接触并学习中文吧？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啊。OK。目的是跟他交流吗？还是说不是想了解他的文化更多？其实目的是在我们大学学外语时必修课所以不管对啊，我一举两得，会需要学一门外语，但是我之所以没有选择就是继续学西班牙语，就是首先我对它没有感兴趣，然后我就想，如果我准备学一门外语的话，我应该选一个就是家里有母语者嘛，所以很方便跟他交流，跟他请教。对。不过奕晨，你刚刚说了一个重点，我有听到，就是你开始研究学习中文的方法，然后你开始系统性的学习中文。你当时是用什么方法来系统性的，然后用特别的方法来学习这门语言？因为很多学生呢，学中文是没有一个方法，也没有一个计划，所以我对你说的系统性很好奇，你是用什么方法？当时是指我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什么？是你在课程中结合课程一起用你的学习方法，还是说你在这个大学的必修课之后，然后你开始继续学习使用这些方法？我觉得我自己的学习方法很难融入到上课时候的接触到的内容。所以我现在才不会上中文课了。1年级的话，这是可行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想
以最有效的学习方法。从最开始的时候上课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么一个主意，后来的话未必啊。我觉得第4年级的中文学生可能有点浪费时间。对啊，我明白奕晨的意思。奕晨的意思就是，大学1年级的课程其实作为打基础是很好的，但后面随着年纪的增加，学校的课程其实已经不能满足学生们的需求，可能很多时候反倒是浪费时间。所以奕晨你才慢慢自己去研究一些方法，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是这个意思吗？对，我只是适合任何语言学习者的方法。因为我是那种我感觉我的很多想法非常的特别 extreme， 叫什么？不只是特别极端，对，有点极端。因为我当然您知道那个他叫什么Krashen，就他对，他主张的是我们都以同样的方法去学一门外语，就是或者是语言习得没有存在着任何多元性，对吧？这是一个比较extreme 的这样一个想法，对吧？但是极端的想法，极端的想法，但是我到现在还是比较认同这种，比较认同这种想法，对。所以你的极端的学习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多极端？我觉得我的学习法不算极端，就是我对这种想法就是语言学习的多元性，因为我经常会听到类似的话，就是你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我倒是觉得，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应该和适合别人的学习方法应该很像吧。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能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吗？因为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本能，对吧？就是我们说到第一语言习得，对吧？对，我对第一语言习得会非常的就是坚定，婴儿都以同样的方式去习得对的母语，对比较难的问题就是第2语言习得也如此嘛。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应该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还有我所做过的研究，就是因为我特别相信一些比我聪明多了的一些人，这样吧。所以你参考了哪些方法吗？你看了一些理论之后，你是怎么实践这些理论的？对，最基本的方法应该是这个可理解性的输入嘛。所以我会花很多时间理解信息，理解很简单的一些信息，尤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找一些适合我的学习材料。这是不见得是我特别喜欢的，但是它很适合我的水平，对吧？对，所以我那个时候，观众有没有就是比较低级的中文学习者，可以去看一下 Hello 叫什么？不是 Little Fox Chinese。Little Fox Chinese，Hello Chinese 不行，我不推荐 Hello Chinese， 因为我是一个这个沉浸性的语言学习者，对吧？了解，所以这个 Little Fox Chinese，我中文的基本知识基本上都是在那儿打的，对吧？它就是一些针对小朋友做的一些动画片吧，对，最重要的是它的字幕，它们是软的，你们能懂字幕就是软和硬的软字幕啊 ，CC 字幕就是软字幕，没错，这个对于语言学习者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定的科技去查词语，查词典，当然就是这种沉浸性的语言学习，所以我会接受很多语言输入，是这样说的嘛？我们英文讲的是 we take a lot of input， 我们接受很多语言输入，就像那个何为一样，我会 sentence mine， 就是积累句子，把它们放在一个学习软件叫 Anki， 应该听说过对吧？很有名，对，很有名。然后我就会用 Anki 来进行复习这些新的生词。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的学习方法，就是沉浸在 Little Fox Chinese 的输入里边，然后做一些 sentence cards， 然后进行复习。我在就是1年的时间之内，
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就打好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觉得。我突然想到很多问题哦，就是刚刚奕晨说的是可理解性输入是他的方法，对不对？然后这对还有 Anki 的使用，对奕晨打中文基础很有帮助。那奕晨，你现在的中文水平不止在基础水平了，所以你到了你的中文水平开始到了中阶之后，你还是用一样的方法来学习中文吗？基本上是一样的方法。其实到了现在，我还没开始认真的练习输出。就是说你平常说的还是比较少的，对不对？对，我说的还是比较少的，这也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这么一个话题，对吧？就是你什么时候应该开始说话。我自己觉得这其实是和我以前说的不一样，我觉得个人可以有个人的想法，对这个就是你想开始说话就可以。我自己觉得我现在接受很多输入的效率比较高，就是我的学习效率按照我这样的方法现在的话非常高，然后我积累了很多词之后，我才会开始疯狂的输出，用那个李灿的视频去进行那个影子跟读吗？影子跟读，对，影子跟读，对，影子跟读。所以奕晨你也有用影子跟读来学习的方法来学习。我觉得1年2年以后，我会开始每天就这样做。现在的话，我基本上不练习输出，就是在输入，因为我词汇量还是很少，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自己的输出能力能够代表或者是能够反映这个沉浸性学习方法的效果嘛，就是我是认真的，我基本上不练习输出，就是有时候我会跟中国朋友们聊天然后我当然不是说输出不重要，输出非常重要，在语言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可是奕晨，我是这么想，我觉得学一门语言主要是肯定是为了交流嘛，一般人的目的就是学这门语言就是去输出，然后跟别人了解对方的文化，然后表达你自己的想法。那你刚才说的输入的阶段，我觉得对打基础，对你提高中文特别有帮助，而且是我觉得我特别赞同你的方法。但是我是觉得可能没有这种互动，没有跟别人的互动那你自己的那个内在动力是什么？因为一般你输出之后得到一些反馈，可能会激励你，让你继续前进。那是什么让你就是比较舒服的一直在这个输入的状态里边？我可能比较幸运，因为我感觉我在就是我的听力慢慢的提高，我会感觉就是非常有成就感，所以我可能不需要每天都跟中国人交流就可以有这种怎么讲满足的感觉，还是满足感。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就是他们的目的完全是这个交流，然后如果他们本身不会交流的话，就不可能得到这种满足感，对，不可能继续学习下去。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想练习输出可以啊，没关系。我就是觉得以我现在的学习方式对我来讲比较有效率。英文我们讲的就是 one thing at a time， 一次做一件事情，一个一个来，一次做一件事情，对，一个一个来，没错。一个一个来。就虽然我看我们听这个奕晨说话，好像是有点慢条斯理，感觉好像他有一个思考的过程。但是我就发现2点，就是奕晨真的就是这个发音真的很好，相对于很多中文学习者都是很好的，我们接触过。准确度也不错。对他，而且他语法整体是没什么错误的。我说实话，没问题，没什么问题。就这个点可能是确实是按照他自己这个不断输入取得的成就。但是你这个发音到底是怎么练得这么好的？我真的很奇怪。很多人应该也很奇怪。我刚刚就是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奕晨你的口音这么清楚，你的发音这么准确？对，也是沉浸式的学习得到的效果吗？我觉得是，而且我从最开始的时候就，尤其是在上1年级的中文课，我会非常的努力去发这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我当时不知道，但是现在我能了解，我们学的是那个语音学，中文的语音学，这个波泼摸佛，所以我会花一些时间去念一些就是简单的，就是练习去念中文的声音。发音主要是有2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你
的嘴巴能不能就是做这种声音，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你先得能够把那个声音发出来，然后其次你得就是这个怎么解释？对，应该是记得吧？就你脑子里起码得有这个声音嘛，是正确的发音，对不对？对，肌肉的位置叫什么？肌肉记忆也很重要。可是你提到了2点，你说要找到这个音，然后再培养这个肌肉记忆，那你是怎么做到这2点的？有没有一些小窍门？基本上没有，这个影子跟读法，我觉得比较实用。然后我也可能，我承认啊，我也可能有一些就是真的是天赋，对吧？天赋，说自己有天赋，非常的不好，意思是吗？没不会啊！我就是觉得，因为我小时候接触到很多音乐嘛，然后我在这个可能能联系到音乐界，就是英文我们讲的是our ear， 就是 our musical ear， 我们的音乐的听力吗？还是什么？乐感，听力、听觉吧？乐感吗？可能是我们音乐感吧。你们知道那个绝对音准，音准，对，这个我没有，但是我有一些类似的，就是你的耳朵可以识别出来那种声音细微的差别，是吗？没错，这些音乐理论我都不知道用中文怎么聊，但是英文我们讲的是，我们也不会聊 relative pitch， 专业的术语可能就是相对音准了啊，相对音准，应该是没错，相对音标，相对音准，音准。所以我觉得这种能力应该对，尤其是在中文的语调嘛，可能会有所帮助。这个一方面应该是天赋，一方面是他后天这个音乐素养的这个锻炼，所以形成他对这个，比如说发音等等，确实会更为驾轻就熟一些。确实是这个。那奕晨，你对没天赋的人，你有什么建议？在发音提高方面，而且没有学音乐的人，我还是觉得是多输入嘛。我觉得很多人就不会相信，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大部分中文学习者，他们的发音很糟糕的话，就是因为他们说话太多。这个可能是不会相信的，但是输出他们一直在说话，一直在练习说一些他们根本就不能懂的一些事情，对吧？然后我自己说中文的时候，说过的70%吧的中文词都是就是模仿别人，对吧？大部分不是我自己说出来的，是我根据别人来就是模仿。其实我真的很惊讶，就是我不是一个可理解性输入的爱好者，我不是。但是我看到奕晨的例子，我真的很惊讶，就是奕晨只凭大量的输入3年，就可以把音发得这么准。就我来说，我觉得奕晨的音非常准，声调也很准，就是说话就是比较慢条斯理这样而已。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每一个字跟词我都可以听得懂，而且很精准，所以我真的蛮惊讶，可理解性输入大量的输入之后，然后其实输出的机会不多，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跟这样的声调，真的是我还蛮惊讶的耶。所以这个奕晨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我终于看到一个实力在我身边了，我真的觉得蛮惊讶的。之前你好像感觉要听有些老师在忽悠你，是不是？对，我就觉得他们在忽悠我吧，怎么可能输出这么少都是输入就可以把音调跟这个声音句子讲得那么准？哇，真的我看到个例子，是的，哇，对，我很惊讶，真的很惊讶。其实这个我对语言学习的一些想法，或者我对语言学习的理解就是。你只能在自然语言上用这个大量的输入这种方法来学它，因为自然语言它是特别的一个东西。自然语言就是指人类讲的语言，不是机器的语言，而是自然的语言，不是动物的语言，或者是外星人可能有一种语言的系统，但是它跟人类的是不一样的。这是语言学的一种概念，就是有一种。争论就叫这个先天与后天，对吧？先天后天这种争论啊，然后我更偏向于这个先天，
所以我会觉得语言是就是先天的，是一个本能，然后习得语言，小朋友有这种非常厉害的能力，就是他们能够从他们的输入之中去习得这门语言，吸取这门语言。然后我觉得成年人的话，他们会失去小朋友的大部分能力，但是还是有这个非常难解释，就是我不觉得大人能够像小朋友那样，那个成语叫什么？不费吹灰之力的学会一门语言，就是能接受很多输入，然后自然而然的学会。但是我还是觉得那种基本的能力没有消失，就是我不知道消失的是什么，应该跟记忆有关吧。然后小朋友他们听到一个词，会用他们所有的经验嘛去搞清楚它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是去建立在他大脑中的意思。不知道怎么讲，就是然后大人可能会失去这种能力，但是基本的能力我觉得是存在的，就是把这个可理解性的输入转化为语言能力，我觉得还是存在的。奕晨的意思就是小朋友其实是可理解性输入，学会了自己的母语，我们大人其实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虽然大人可能有一些优势已经失去了像小朋友这种记忆力或者瞬间整合一些知识的能力把一些东西，这个中文叫什么？整合，把一些知识点在脑子中整合起来，变成一些完整的东西。小孩子有这种能力，大人已经没有这种能力了。但是呢，通过不断的输入一些东西之后呢，慢慢的还是可能会以一个比较慢的速度，但是还是最终可以实现这么一个目的，达到这么一个结果的。所以奕晨其实确实给我们展现这个可理解性输入其实是有用的，对不对？很有意思。我按照我现在的学习方法，效率非常的高。我们可以聊一下，就是我现在我正在以的学习方法与我从最开始的时候用的有些不同，对吧？尤其是在一些科技方面。科技，对，技术，科技是，我想讲的是 tools。你有什么黑科技工具吗？还是工具啦？学习工具。所以奕晨常爱用的一些学习中文的工具是什么？最近我在用一个我自己写出来的，就是我自己做的。你也会编程？我会啊，写程序。其实我上大学，我就是一个我上大学学的专业就是这个吗？对呀，就是计算机科学，所以我这样我是计算机科学专业，所以我最近编了一个，写了一个，做了一个，都可以，叫什么？都可以吧 ？OK， 对呀，我最近做写了一个可以，一个小 Python 的这么一个 script，然后它可以叫它 word bank 或者是词库嘛，词库，对，语料库对，语料库。我一直用这个 Anki， 然后我到了现在还在用，但是我之前的话，我所有想学的新生词，都会加到这个 Anki 里边。像我这样的认真的学生，对吧？我们会就是每天会学很多很多新的生词。我那个时候，会加就是20多个 Anki 卡片，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 Anki， 但是每天添加20个 Anki 卡片，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对，就是我是每天早上去做我的 Anki，就是把我的 Anki 卡片背完。大家都会觉得很无聊，这是一个在语言学习领域的这么一个梗，就是我在做我的 Anki reps， 然后就是我非常的无聊，对吧？因为你每天会需要复习100多个卡片，然后就是当然你想学一门外语，你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复习。第一个问题就是，基本上从最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新的生词，如果它在一个我们讲的是 I+1 句子之内，就是这句话它只有一个新生词。如果我找到这种 I+1 类似的句子，我就会把它添加到 Anki 卡片，对吧？我觉得现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话，没有再给自己任何机会去自然的学会
这个生词。嗯我的意思是，你应该在自然碰到这个词，然后忘记，然后碰到，然后忘记，就是一些词在一种自然的状态，对，记住它，就是对。但是如果完全记不住，因为成年人就是这样嘛，我们的记忆力非常差。如果完全记不住，这样的话才可以把它添加到 Anki 进行复习。然后 Anki 在这种情况下非常实用。我会每次我看不懂一个词，然后我查它的意思，我会把它添加到我的 Word Bank， 我就用一个 shortcut 在我的电脑，就是它会把它添加到我的 Word Bank。我的电脑这个 Word Bank 的这个程序，它就会给我一些反馈，它会说我已经加过这个词多少次。比如说我加过一个词，然后他会说这是你第2次加这个词，然后就会说好。然后呢，我的系统就是按照我加过一个词多少次，我就会做一些不同的事情。第2次我会把它添加到一个小复习单吧，它就是一个词单。然后这个词单有了10个词之后，我就会进行一些非常快的这么一个复习。然后我还写了一个小网站叫 Quick Quiz。Quick Quiz 就是它能够非常快速的帮你复习一些词。这样有什么效果？就是很多我本来会马上就做 Anki 卡片的词，我会自然的学会。现在的话，我每天只会加大概5个 Anki 卡片，然后我会花更多时间做这个沉浸性的，我觉得真正的 immersive 学习。对。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的从开始用这个词聊库系统之后，我的效率就提高了很多。我真的会这个推荐开始用这种 Word Bank 的这么一个系统，因为我觉得效率比较高。可以下载吗？还是一个网页？可以分享吗？一晨，你要分享给大家？可以的。现在的话，这是你自己写的，对不对？对，现在的话，它比较难，怎么讲安装？就是因为它只是一个简单的 Python library，所以来用它的话，你会需要写一些 Python， 你会需要自己写一些。那对一般人现在用不了。现在的话，大部分直接把我排除在外。对啊，但是我计划我会做一个这么一个 Chrome 的这么一个插件extension，然后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很方便的用它。对，我觉得一晨你这阵子把这个插件做好，然后呢，看你是要免费分享给大家，还是你要收费我觉得看完这一集的同学可能会开始就跟你要这个插件我觉得他们可能很好奇用这个插件怎么来学习中文所以一晨你可以试试看，我觉得应该蛮有效的。它肯定会是免费的，而且它会是开源的因为我是一个学习者嘛。那个一晨，不过我觉得啦，这是我的建议啦。你已经可以输出了。经过今天的访谈，我觉得你现在非常需要输出，因为你已经有非常大量的输入，而且这些输入已经成为你的学习习惯了。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再加大、再加多输出的量，我觉得你的中文根本就完美了，对，进步非常非常多。是的，对，我觉得说中文有时候根本你没有思考的时间。所以如果你输出的时候，你也不会怕你讲错，反正你把你的意思表达出来也就好了。像刚刚一晨你会想说我讲的我们懂不懂，其实我们都听懂了。所以你不用在意，而且你说出来之后，你马上会得到我们给你的反馈，然后你就知道你那个表达方式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就会多一层那个反馈的及时的反馈。对，就是身为一位汉语老师，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现在已经沉浸汉语到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程度了，我觉得你就继续保持下去。但是如果你能够输出，我觉得你的中文水平会有你料想不到的进步，绝对会有。因为你输出的时候，你会得到
不同层面的大脑的刺激，对语言上的刺激，我觉得你已经可以非常好的表达自己了。你刚刚说的很多句子，你可能都觉得自己是不是有讲错，其实都没有，你都说对了，而且说得很好。真的真的，听你说话的人肯定会有所反应，然后这个反应又是新的输入，又是可能你没有意识到的一些有意思的输入。因为我觉得输入的刺激跟输出的刺激是两种不同层次的东西。当你已经做了非常沉浸式的输入学习之后，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换一个角度去体验一下沉浸式输出，那就是大量的跟母语者聊天。对，我觉得经过今天的访谈，我也很惊讶说，大量的沉浸式输入居然可以把中文说到这么好的程度，我个人非常惊讶。不过我倒有另外一个想法，因为刚才奕晨也说过，他其实在沉浸式的去听这些东西啊，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满足感。他的满足感并不在于输出，而在于听到享受语言的这个过程。因为每个人接触语言想得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嘛。他未必需要很多输出才能得到这个满足感。假如他真的就是享受这种输入的过程，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他可以慢慢的输出，对吧？我觉得灿叔说的也是，就是你觉得怎么样的学习方法你觉得最自在，觉得有成就感，那就往那里去。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可以输出，因为有一些成就感你不晓得就在那个地方，或许有，你可以试试看，挖掘一下，探索一下，那里说不定也有。你会建议我使用某种方式去练习输出？因为我现在的话只会就是随便的跟朋友聊天啊，我感觉我输出的不是很多。我是有一些中国朋友们，然后会跟他们聊天，这样的话一点都不像我的这种集中注意力在输出的这种状态。但是奕晨，小孩就是这样子啊，小孩的自然学习就是这样啊。你要把自己当小孩去跟这些人聊聊天，像你说的在玩嘛，所以也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现在也有很多这种 APP， 像苹果有专门的 APP， 你进去就是进一个房间，大家都用语音聊天，有一个话题，然后不用露脸，然后你可以听别人聊，然后如果你想参与，就你举手或者把你的麦克风连上，就可以跟他们聊。因为奕晨，我觉得你说话可以 skip 掉思考这一种环节，那就要必须靠输出，因为你已经习惯性的去思考怎么说话，怎么做 sentence mining， 但是你可以 skip 掉这个部分，那就是你多去输出，多去玩，你会 skip 掉这个部分，因为你现在说话其实很好，但是你会放太多时间在思考句子怎么去造句，这是我的感觉。但是输出可以帮你慢慢的，简单说就是用中文思考就好了。你不用再去想语法，讲错都没关系。因为你如果不跟老师聊，跟一些母语者聊的时候，那个语法都很乱的，那个对话会推进的，你不会去回去再想我怎么再组织一遍这个语言，直接就会从那个对方的反应中，你就把你的对话如果就是没有意识的推进下去了。对，如果你可以 skip 掉这个，你的口语跟中文水平会再提高非常多。对，这是我的感觉。这个奕晨，当然首先我们大叔要感谢他帮我们做了开头音乐哦。那当然他有答应我们要帮我们做第100期的音乐哦。我们就开始期待一下。奕晨没有压力，慢慢做，没有压力哦。其实看到奕晨学中文，我就想到中文有一句话叫不疯魔什么？不疯魔不成活。对，就是你真的对一个东西很喜爱的时候，你真的就会像发疯了一样去接触它，去学习它。我觉得奕晨给了我这种感觉，就是他真的爱学习中文，然后他就用各种方式去学习它。那奕晨，你现在缺的就是多多输出吧，好，或许对你会有帮助。那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奕晨参加我们的访谈。哇，我觉得我也学习到很多有意思的想法，很有意思哦。好，那奕晨，我们就期待你的第100集的音乐了。音乐啊。好，那今天就谢谢奕晨咯，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跟你多聊聊啊。好，那我们就跟观众们说再见吧。大家再见喽，谢谢奕晨，拜拜，再见。